韩国一场垃圾山大火如何与中国扯上关系？中国的一道洋垃圾禁令为何引起全球连锁反应？当西方国家疯狂舆论围堵中国之时，又为何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？2018年12月，韩国义城郡地区一座15米高的垃圾山突发大火，火势迅速蔓延。在大火连续烧了3个月后，美国 CNN 电视记者到现场进行实地采访。在美国记者的镜头中可以看到，尽管经历了100多天的补救，但大火依旧在继续。消防人员努力扑灭一处火灾，很快另一处又烧了起来。据获悉，这座燃烧的垃圾山是韩国境内最大的一座垃圾处理厂，里面堆满了塑料、纸制品与电子制品，极易引燃，并且释放出巨量有毒气体。专家预计，这场大火将会持续5年。而此报道一出，韩国收到全世界的同情声。然而，在美国媒体有意带风向下，这场大火到最终被责怪到中国头上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2017年，中国正式颁布禁止洋垃圾入境、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。这些方案规定，自2018年1月1号起，中国将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。所谓的洋垃圾是指包括塑料、纸制品、废金属在内的工业垃圾。而中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洋垃圾进口国，一度处理了全球60%的工业垃圾。洋垃圾在中国有这一段特殊的历史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搞得如火如荼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急需提升制造业水平与参与国际贸易。但那个时候，中国整体工业能力还是很孱弱的，经济实力也有限。想走西方国家的路子发展制造业，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成本高以及原材料稀缺。为了在短时间内提升国内制造业效率，中国想到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廉价二手工业品进行再加工。与此同时，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宣扬环保理念，正愁国内的这些工业垃圾没法处理。而既然中国愿意收，他们自然愿意把成吨的工业垃圾运往中国。在中国市场经济制造业发展初期，洋垃圾一度缓解了中国制造业原料与成本问题。但同时，这些原本便是次品的工业废料，经过再加工，质量也不会很好。在那个时期，中国制造几乎与粗制滥造画上了等号。至今，不少外国人依旧留有对中国制造质量低的刻板印象，也就是那个时期形成的。但对于中国而言，产品质量低还是次要的，更大的危害便是洋垃圾给中国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。因为工业废料中含有不少的化学原料，这些废料堆积在一起，经过雨水冲刷，有毒的化学原料渗透进土壤与水源中，造成土壤污染与水污染。而为了处理掉这些废料，要么进行填埋，但塑料制品难以降解，要么进行焚烧，此举又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洋垃圾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愈发明显，已经到了无法坐视不理的程度。而在解决这些洋垃圾之前，有一个关键问题被中国解决了，那便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。随着中国喊出打造工业强国的目标，产业升级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选择，大量低端制造业被淘汰，更加高质量、高性价比以及智能化产品相继推出，中国品牌开始在世界打响名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洋垃圾对中国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也就不再明显。既然如此，此时不处理更待何时？根据日本媒体的统计，在中国实行禁止洋垃圾进口的政策之后，美、欧、日等发达地区的废塑料产品在1年半时间里直接减少了1半，而中国塑料制品垃圾进口减少了99%。中国突然颁布禁止洋垃圾进口的政策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，绝对是一次地震。以往数十年，这些国家习惯把本国工业垃圾送到中国了事。但如今中国拒绝接受垃圾，那么这些国家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这些垃圾如何处理。但这些国家给出的答案却是处理不来，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垃圾填满场很快便塞满了垃圾，境内迅速多了数座垃圾山，环境也急速恶化，西方环保童话被瞬间戳破。同时，垃圾堆积也造成火灾隐患。就在 CNN 记者报道韩国垃圾山火灾后不到2个月，美国加州安大略市的一处垃圾填满场便燃起熊熊大火，有毒烟雾笼罩了整座城市。当问题摆在眼前时，西方又是怎么做的呢？答案便是对中国发起围攻。很快，韩国人在网络上谴责中国，
要求中国为这场大火负责。英国、澳大利亚报纸直指本国环境恶化与中国脱不开关系。美国人更是在 WTO 货物会议委员会上炮轰中国，表示中国禁止洋垃圾的政策影响了全球垃圾的回收利用，违背了 WTO 的义务。当初西方环保模范们纷纷跳出来谴责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，不得不说这很是讽刺。然而让西方国家头疼的还在后面，因为中国的禁令很快便引发连锁反应。在中国禁令发出后，紧跟着马来西亚、越南宣布将限制洋垃圾进口，然后泰国也跟着宣传，从2021年开始完全禁止从国外进口塑料废品。2019年5月，马来西亚表示要把450吨进口垃圾送回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日本、美国。7月初，印度尼西亚宣布将49个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退回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。7月中旬，柬埔寨海关对西哈努克港进行突击检查，查获1600吨塑胶垃圾，满83个集装箱。经核查，这些垃圾70个是从美国运来的，13个来自加拿大。首相洪森当即发声，表示柬埔寨不是任何废物的倾倒场，将把这些垃圾送回美国、加拿大去。当然，最刚的还是有着口无遮拦之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。同年的4月份，杜特尔特突然对加拿大开炮，甚至表示要向加拿大宣战。此事一度引发了加拿大和菲律宾两国的外交纠纷。杜特尔特之所以如此激动，是因为他了解到6年来，加拿大用运输船运送了1000吨垃圾堆在马尼拉港口。杜特尔特对加拿大把菲律宾当垃圾场的行为勃然大怒。2个月后，菲律宾人将这积6年的数千吨垃圾装进了69个集装箱中，并集体打包送回加拿大。很显然，这些发展中国家集体针对发达国家的洋垃圾喊不，与中国的禁止洋垃圾禁令有着密切联系。最终，在今年的第1天，欧盟宣布禁止其成员国向其他非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塑料垃圾。这一场中西方的洋垃圾之战，尽管西方动用了绝对的舆论力量，但从结果来看，毫无疑问是中国方面获得了胜利。但归根结底，西方人的双标式环保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批评环保少女格雷塔激进的环保政策时，说出这样一段话：非洲人也想过瑞典人的好日子，怎么办？普京的话道出了西式环保的本质，那便是有利于我就是正确的，不利于我便是错误的。不仅如此，近年来西方国家还把环保做成一门生意，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想要贷款修基建发展国家，往往容易受到西方的环保机构的敲打。西方环保机构经常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阻止工程，除非交足环保费，或者把工程交给更环保的西方企业。当中国在非洲修铁路并架起高架桥以保证野生动物迁徙时，西方便不谈环保，而改为大谈债务陷阱。广大发展中国家苦洋垃圾久矣，也苦西方环保久矣。他们希望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出掷地有声的反对声，这就是为何中国禁止洋垃圾政策能完胜西方舆论的原因。